深夜3点，台北街头突然响起刺耳的防空警报声。你揉着惺忪睡眼冲到窗边，远处天空中出现了几道耀眼的火光，隐约伴随着闷雷般的爆炸声。战争仿佛在一瞬间降临。此时此刻，你的大脑只有一个念头：快找地方躲避。可是哪里才安全呢？地下室、防空洞，还是离开城市？一连串问题在脑中炸开，心跳也随之加速。手机嗡嗡作响，推送着紧急通知：空袭警报，请立刻就近避难。你听见楼道里邻居匆忙奔跑的脚步声，还有小孩的哭喊声混杂其中。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烧焦的烟味，整座城市仿佛瞬间陷入混乱和黑暗。幸好，以上这一幕仅仅是我们的假想情节。然而，两岸战争真的有可能发生吗？如果发生，台湾真有能力抵挡世界第2大强权的攻击吗？有位飞弹工程师就大胆放话，攻打台湾，那只是送死。这话听起来很震撼，究竟底气从何而来？今天我们就从台湾的地理优势谈起，一步步抽丝剥茧，带大家看清楚台湾军力的真实实力，以及一旦战争爆发，我们老百姓该如何自保，躲去哪里避难。首先，我们先来看看台湾独特的地理屏障。台湾海峡平均宽度超过160公里，最窄处也有130公里左右。这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跨越的水沟，而是一道真正的天险。别看现在坐飞机10分钟就飞过去了，对于大批舰艇和登陆部队而言，渡过这片海域难度极高。每年秋冬季节，东北季风强劲，夏季台风频繁，能够进行大规模2栖登陆的气象窗口，一年到头也没几天。所以古人说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老天爷已经替台湾筑起了第1道天然屏障。再看台湾本岛的地形，东部多山，山脉直接延伸到海岸边，几乎没有适合大军登陆的缓坡海滩。西部虽然有一些平原和沙滩，但分布着许多湿地和礁石，天然良港更是寥寥无几。说白了，解放军如果要强行登陆，只能选那几个已知的登陆场，像是桃园观音、淡水河口、台中清水、台南将军、高雄林园等屈指可数的地点。而且每个地方台湾早就筑起严密的防御工事，部署重兵守卫，敌人如果从这些点登陆，就仿佛自投罗网，等着步入我们的火力圈。更何况台湾岛上还有纵贯南北的中央山脉，一旦敌军突破了海滩防线，迎接他们的将是崇山峻岭和遍布其中的防御据点，仿佛进入一座巨大的天然堡垒。历史上多少次入侵台湾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。17世纪郑成功赶走殖民者，19世纪清法战争中法军久攻台北不下，民国38年共军进犯金门惨败。由此可见，台湾这块宝岛绝非任人宰割的鱼肉。讲完地形，再来假设一下解放军真的铤而走险，发动2栖登陆攻击，会是怎样的景象？首先，他们必须集中大量运输舰艇，载着数万大军和坦克装甲车，浩浩荡荡穿过台湾海峡。在现代监视技术下，这种大规模集结根本不可能瞒天过海，他们还没出港，我们就早已侦察到风吹草动。战争爆发时，解放军大概会照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样，先用飞弹和火箭把台湾的重要军事目标炸一轮，俗称踹门，企图削弱台湾的防御。可是我们的军队早有保存战力的作战思维，该疏散的疏散，该隐蔽的隐蔽，不会傻傻地待在原地等着挨炸。等对方的导弹倾泻过后，台湾的反击才正要开始。解放军的登陆船团在茫茫海峡上前进，他们将面临从天而降的火力打击，反舰飞弹、战斗机、潜艇、水雷，全方位伺候。可以想象，在海面上缓慢航行的大型船只就像靶场上的活鸭子，让人忍不住想射上几发。一旦舰艇被击中几艘，阵型混乱，运兵船沉的沉，坏的坏，上面的士兵连海滩都还没看见，恐怕就要葬身大海了。假如极少数船只真的突破了海上拦截，抢滩登陆成功，他们会发现岸上早有重重待命的堡垒和战车火炮迎接，攻方在开阔的滩头毫无掩护，成了火力最佳靶标。别说打进城，光是在海边站稳脚跟就难如登天。
历史上，二战时盟军诺曼底登陆好不容易成功，那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海空优势且伤亡惨重。而1949年共军攻打金门的古宁头战役，就因为运输船被击沉，后援不济，第一波登陆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。所以，光是滩头这一关就足以让来犯者付出血溅沙滩的代价。前雄风导弹总工程师张成博士就直言，共军第一波投射3万登陆部队没这么容易。台湾如果战存得好，这些先头部队就是来送死。再谈空降突击，解放军可能会企图出动伞兵和直升机，快速夺取台湾的机场、港口或守关，但这一招其实更是九死一生。大型运输机接近台湾时，很可能被我方的防空飞弹和战斗机拦截在半空，还没投下伞兵就被击落。而即便冒险投下上千伞兵，散落各地的伞兵面对的是遍地皆兵的台湾守军，很容易被各个击破。何况台湾早已加强了重要机场和关键设施的防御，不会轻易让敌军不劳而获。至于用直升机在特种部队偷袭，听起来帅气，但是直升机编队必须低空飞行，极容易成为我们防空火网下的活靶子。前不久，俄军在乌克兰的安东诺夫机场搞突然空降，表面上占领机场，结果增援部队跟不上，乌克兰守军反扑，把他们围歼，空降精锐白白牺牲。解放军如果敢照葫芦画瓢，在台湾也会碰得头破血流。同样的道理，在我们拥有一定制空权的情况下，敌军贸然空降只会落得有去无回的下场。俄乌战争给了全世界很多启示，对台湾更是一次珍贵的借鉴。首先，别妄想3天拿下首都这种剧本。当初俄军试图闪电攻下基辅，结果碰了一鼻子灰，乌克兰军民顽强抵抗，粉碎了俄军的速战速决计划。这证明，除非防守方自己放弃，否则所谓斩首行动成功率极低。其次，侵略者狂轰滥炸并不等于赢得胜利。俄军发射了上千枚飞弹，毁坏乌克兰许多城市基础设施，但乌军的主力部队大多保存实力，依然组织反攻。反观俄军自身在前线后勤不济，反倒节节败退。对台湾来说也是一样，只要我们能保存实力，不被一波消灭，就有本钱长期抗战。还有先进的轻型武器在弱势一方手里能发挥巨大威力。乌克兰士兵用小小的标枪飞弹、毒刺飞弹就重创了俄军坦克和直升机大军，让庞大的钢铁洪流陷入泥沼。台湾同样准备了大量刺针、防空飞弹和反坦克武器。正所谓以小博大，一辆几千万的坦克可能会败在一枚几十万的飞弹下。再者，战争打的也是情报与士气。乌克兰凭借着精准的情报协调和高涨的卫国士气，成功挫败多次俄军的突袭。台湾有完善的雷达监测和直管系统，再加上人民保家卫国的决心，一样能让进犯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最后，国际援助的力量不可小觑，美英等国提供的武器情报让乌克兰扭转了战局。台湾若有难，友邦援助也绝不会袖手旁观。因此，俄乌战争告诉我们，只要战术得当，民心不垮，面对强大敌人也能化不可能为可能。常有人问，台湾如果被攻击能撑多久？其实这问题该反过来想，对岸又能撑多久呢？台湾只要不被速战速决，战线一拉长，对解放军反而越不利。首先是兵力和损耗的问题。台湾2300万人虽然只有对岸人口的1/10不到，但我们是在为家园而战，全民奋力死守，每一条街巷每一座城镇都可以成为消耗敌军的战场。解放军就算第一波投入10万兵力登陆，如果久攻不下，伤亡越滚越大，他们后续还能投入多少兵力接着填？现代战争不像冷兵器时代人海战术那样管用，后勤补给、战场轮替、武器生产都是巨大的压力，这就牵涉到经济和社会能量的比拼了。一旦战事焦灼，进入消耗战，台湾背后有庞大的自由世界经济体系撑腰，源源不断的物资和装备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支援，而对岸将面对经济封锁、国际制裁，甚至海上贸易航路被切断的困境。中国经济对外贸易和能源进口的依存度极高，如果真的因为武力犯台而被全球围堵，经济恐怕撑不了几个月就会崩溃。届时中国内部的民生问题、失业问题会引发多大的压力？战争打到最后，比的不是谁的飞弹多，
而是谁先承受不住社会压力喊停。台湾人民固然会承受巨大苦难，但我们背水一战，没有退路。反观对岸民众，真的愿意无止境承受伤亡和贫困吗？如果侵台战争久打不下，付出几十万上百万人命，经济倒退几十年，恐怕北京当局自身也难以交代。从这点看，台湾在战略上其实处于只要不输就是赢的态势。我们不需要征服对方，只要撑到侵略者撑不下去，这场战争就结束了。说到持久作战，就不能不提台湾的后备军力和全民动员潜力。毕竟正规军之外，一旦进入全面战争状态，全体国民都是战士。台湾现役部队约18万人，但潜在可动员的后备人员高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。政府近年也开始强化后备动员制度，例如恢复1年期义务役，并加强教召训练，务求战时能有源源不断的兵员投入防卫。许多退役军人、警消人员平时隐身社会各行各业，但他们都有军事技能，一旦国家需要就会挺身而出，再披战袍。民间也涌现不少自发性的国防培训活动，比如射击课程、急救训练、防灾演习等，大家都在默默为可能的战斗做准备。可别以为台湾年轻人都是草莓族，真到了存亡关头，谁不是变成钢铁般的勇士？为了更了解后备动员的状况，我们采访了一位退役上校李先生，他曾在军中负责后备部队的编训，如今退役后仍关注全民国防。他告诉我们，退役上校李，别看有些年轻人平时爱玩手机、跑夜店，但他们穿上军服，个个都很拼。我们的后备军人很多都有正规服役经历，枪法、战术都不差。现在军方也在改进训练方式，让教召不再打混，真枪实弹练下去。我相信，一旦战争爆发，全台老少会像当年的乌克兰人民那样，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家。我们不求每个人都上前线冲锋，但至少能守住自己的社区。我自己虽然退役了，行动也没以前敏捷，可枪还拿得动，说不定还能教年轻人2招呢。李上校的话语带着爽朗的笑声，却透露出坚定的信念。是的，台湾的后备军力和社会动员力量正是战时最深厚的根基。不要小看任何平凡的台湾人，在祖国需要的时刻，他们都可能化身为无所畏惧的战士。最后再谈国际支援，台湾不是孤军奋战，一旦台海有事，美日等民主盟邦极可能伸出援手。美国历来对台采战略模糊政策，虽然不明言一定出兵，但近年美国总统已多次表态，若中国武力犯台，美军将会防卫台湾。毕竟台湾的战略地位太关键，一旦失守，第一岛链防线将被撕裂，西太平洋安全局势将巨变，这是美日同盟绝不能接受的。日本前首相就曾说过，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，可见日本对台湾安全的重视程度。日本拥有强大的自卫队和离台湾很近的美军基地，战时完全有能力提供支援，甚至直接介入战事。此外，英国、澳洲、加拿大等国也都多次强调台海和平的重要性。可以预期，若台湾遭侵略，英澳加甚至北约盟国会在军事或经济上给予协助。即使出于各种因素考量，部分国家不会派地面部队直接参战，他们也可能以派遣志愿军、派军舰巡弋、提供情报和制裁侵略者等方式间接支援台湾。乌克兰战争中，西方国家提供的军援和情报帮助乌军逆转劣势。台湾作为民主阵营一员，到时获得的国际援助只会更早更多。一场侵台战争表面上是两岸冲突，但实际上很可能演变为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对决。可以预见，美日等国的介入将极大提高台湾生存几率，让对岸进退维谷。正因为如此，攻台对北京而言注定是场下下策，代价高昂，胜算渺茫。现在让我们把视角转回平民百姓自己，如果战争来临，身为普通人，我们该如何避难自救？前面提出的问题，两岸开打后可以躲哪里，终于要面对了。寻找防空避难所，首先一定要知道你附近的防空避难所在哪里。台湾各县市早已规划了上万处防空避难处所，多位于地下室或坚固的大楼内，例如学校、停车场、捷运车站等。平时在街头常能看到民防避难室的标志牌，很多人可能习以为常没留意，现在可要赶紧打听清楚。
政府也提供了防空避难所的地图查询服务和手机 App， 建议大家事先定位几个家里和公司附近的避难地点，万一空袭警报响起，就能第一时间前往避难。准备紧急物资包，所谓家中有粮，心中不慌，战时可能会停电、停水，超市关门，物流中断，所以务必要提前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和一段时间的生活物资。紧急避难包应放在随手可及处，里面装入足够3天以上的基本用品，瓶装水、干粮罐头、高热量零食、手电筒、收音机、可用电池或手摇发电、备用电池、简易医药急救包、个人药品、口罩、防烟面罩、哨子、小刀、多功能工具、证件影本、少量现金、联络方式清单，以及保暖衣物、袜子、毛毯、雨衣等。这些东西看似很多，但能装就尽量装进一个大背包里，关键时刻它就是你的保命包。除此之外，家中还应储备至少2周份的饮用水和食物，例如米面、罐头、泡面等，还有蜡烛、打火机、炉具、卫生纸等等日用品，有无患。平时也建议学习一些简单急救知识，准备好常用药物，万一家人受伤能及时处置。空袭来临时，当警报声响起时，如果在建筑物内，请立刻关闭电源火源，携带避难包朝最近的地下室或防空避难所转移。如果一时找不到正式避难所，也可以躲到建筑物的地下停车场、半地下室或坚固的内部楼梯间等处，千万不要待在窗边或楼上高处。若在户外无法及时躲进建筑物，应就近趴伏在地形低洼处或厚实的墙角边，双手保护头部，等待第一波轰炸过去。空袭期间要保持冷静，切勿到处乱跑，更不要好奇观看爆炸火光方向。等到警报解除，确认安全后，再听从政府指示，有序撤离或转移，维持日常生活。如果战争持续一段时间，政府会实施配给制度，保障基本民生供给。平时我们就应保持节约的习惯，战时更要精打细算使用物资。街上可能会实施灯火管制，每个人晚上别乱点灯，以免遭敌机发现目标。也要养成随身携带收音机或手机留意官方发布的警报和讯息的习惯，以便及时知晓避难通知或物资发放点信息。邻里之间最好互相照应，组成社区守望相助小组，共同维持治安，防范火灾和清理瓦砾。最重要的是，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冷静的头脑，告诉自己，这不是恐慌的时刻，而是我们团结互助，熬过黑暗，等待黎明的时刻。总而言之，战时的自救互救需要知识、准备和团结。只要我们事先做好功课，不管暴风雨何时降临，都能最大程度的保障自己和家人的安全。回到我们开头提出的疑问，攻打台湾是不是送死？相信看完以上种种分析和推演，大家心中已有答案。面对天险地利，坚强守军、全民动员和国际支援，任何侵略台湾的企图都注定付出惨痛代价。与其说台湾能撑多久，不如问问亲台者自己能撑多久。在绝境中奋战的台湾人民，一定能熬到胜利曙光到来的那一刻。